Hello，大家好，新年快乐，欢迎回来。今年呢是2023年，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一切顺利，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如果你看到标题就会知道，今天这期视频呢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2022在我的衣橱里面 Top 10的时尚单品。那这个视频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22呢，我购入哪一些时尚单品，以及我穿着率、使用率最高的。有些单品可能甚至是前几年购入的，但是在今年的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之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就是利用这些单品做出来的穿搭类的视频，我们就一起来揭晓一下2022 Top 10的时尚单品。第10位，那获奖的选手呢就是Essential 的卫衣。其实 Essential 这个品牌呢，2年前的时候曾经一度非常的大火，很难买到。但是后来热度下来了之后呢，渐渐的就是比较好买了。那购买 Essential 的途径呢，一般我是通过 Essence 这个网站上去买的。有些时候呢，他们也是会有打折的。最近呢，更是有那种打折，但是码还比较全的一个情况出现。那 Essential 的卫衣呢，绝对是我穿过的各大类品牌卫衣里边，不管是从性价比来说，还是从它的一个穿着舒适感来说，还是它里边的这个加绒的这个亲肤感来说，都是最好的。我在整理这个榜单的时候呢，我还去看了一下我衣柜里边就是卫衣的那一栏，还蛮多卫衣的，但是 Essential 的卫衣应该是占了1半以上的一个比例。这里边呢就是我的一些卫衣，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那 Essentials 的卫衣呢有这么以下几个点，说穿着的舒适度非常非常的高，它里边的这个绒呢非常的细密，亲肤度非常的好，穿上去整个的柔软啊，包括贴肤的那种感觉，是我觉得穿下来这么多卫衣里边我觉得最舒服的这么一个款式。卫衣的颜色呢都选得特别的妙，都是这种有点像莫兰迪色系的这种颜色，穿起来呢就非常的温柔，而且呢也很好的跟你的衣橱里边其他单品去作为一个搭配。我觉得它的帽子款式呢也是我穿过的所有戴帽的卫衣里边很加分的一个款式，因为它的帽子不会重，但是又比较的阔，比较的有型。那第3点呢，就是 Essentials 卫衣呢，在我们家是属于我跟我老公可以共穿的。你稍微买偏大一点点的嘛，在我身上呢是一个比较 oversize 的感觉，然后在他身上呢就是刚刚好的。分享一下，我挑 Essentials 呢，其实我比较会注意的是去避开它一个很大的 logo 的那种卫衣。那一般的话，我会选择这种小一点的 logo， 或者是比较浅色的 logo， 就不太近看能看得出来。第9名就是 Toteme 的这一条围巾。那这条围巾呢，它是一个方的，类似于披肩一样的很大的一个围巾，整个的形状呢是比较方，你们可以看到吗？这就是 Toteme 的那个 logo， 然后是这种黑灰色的，然后里面那一面呢是这种浅灰配黑，两面都是可以用的。围巾呢，就是如果我出门需要坐车或者出去旅游去玩的时候，我一定就会带上这条围巾。这条围巾真的是用法非常非常的多，你不仅可以把它当成围巾戴，在车上的时候它也跟一个毯子一样。这个呢就是一个羊绒围巾，所以它非常的薄，你们可以看到就没有什么太厚重的感觉，但是它又非常非常的亲肤，所以就是它不管是当围巾用裹在脖子上，或者是它当成一个就是毯子，也都非常的方便。这条围巾我觉得它是属于是那种很低调，但是用料又很扎实，可以用很久的一条围巾。然后它还有米色啊、绿色啊，很多不一样的颜色。就这样围起来也很好看，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用各种不一样的围法，它是一个比较偏方形的大围巾，所以这个围巾是我个人真的很喜欢的一条围巾。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揭晓一下第8名。那第8名的获奖选手呢，就是他就是看这些灰色的西装长裤，是来自 The Frankie Shop 的，它非常非常好穿，是我觉得最适合小个子的一个廓形的一个西装裤了，不会太过去膨胀你的臀部跟胯的一个形状，整个是直筒下来，但是垂坠度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很高级的一个西装直筒裤。而且很多像这种西装直筒裤，对于我一个身高1.58米的人来讲呢，它都会比较的长。如果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版型，我是需要去裁裤子的，但是这一条呢，我穿一个稍微比较厚底一点的鞋子是完全可以 hold 得住的。冬天想要在里边再穿一条羊毛打底裤的话，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那这条裤子呢，由于它的一个垂坠的一个感觉呢，所以它在里边再去搭一个
羊毛打底裤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接下来入围我2022 Top 10的时尚单品的第7名呢，就是 Maison Margiela 的分趾鞋。今年呢，他们出了一个这个黑色的白色缝线的，我就又买了一双，所以我有2双这个颜色，可见我对它的喜爱度。而且这2双就是穿着痕迹都非常重，对不对？我平常呢就是会不管是遛狗啊，或者是搭配任何的衣服，我觉得这2双真的就是百搭神器。它不管是去配阔腿裤，或者是去配稍微短一点的裤子，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前面呢就会露出一截很可爱的这个2个分开的脚趾，这种感觉真的就是自己心理上的一个感觉吧。但穿上去之后，真的舒适感会超乎你的想象。我特别喜欢的是它各种就是很有细节的设计。这后边你们看我都磨掉了。这后边呢是有他们 Maison Margiela 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数字标，然后前面呢是有点像饼干鞋的这个小鞋头，里边这个鞋带这附近呢就是鞋舌这个地方也是用了很经典的 Maison Margiela 的一个数字标。那2双呢就是一样，一双是黑色，一双是这种米色。那这种米色呢是我先买的，所以它穿起来看起来比较旧。它的底呢是比较平，但是呢是这种防滑的橡胶底，所以呢也不太会有就是你穿出来会滑倒的那种风险。比起其他的分趾鞋用的那种真皮大底呢，这个鞋底是要友好的非常多。后边这个跟呢也非常的软，像那双米色的呢，我就经常这样把跟踩进去穿。第6名。都是来自 Acne Studio 的这个毛线帽，我有4顶不同颜色的。通过这种同款不同颜色，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多么喜欢这个版型了吧？真的就是很好看，很适合我这个头型。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小红书上面发，然后有一个姐妹问我说，我是不是有很多顶Acne 的毛线帽？对，我有4顶。买的最早的是这顶灰色的灰白色，它的这个顶呢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太短的话会显得我的头好像比较扁，那它这个正好尖尖的这个形状呢，就会有一点拉高我的颅顶的感觉。长度呢，我觉得控制的也是特别好。太长的话可能就会坠下来，就不是很好看。太短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拉高颅顶的一个效果。那戴上去呢，它真的非常的显脸小。蓝色的戴上去之后特别像一个蓝精灵。你要么就是买这种很基础的这种颜色去跟你身上的衣服进行呼应，要么就是去买那种很亮很跳的，然后你去穿一身纯黑或者是一身白，这样就一身素色，去用一个很亮的毛线帽去点亮你整身的穿搭。还有一个 tip 要给到大家的是，如果大家的头围比较大的话，建议大家去买男款的。男款的话，它这边的宽度呢，它这个整个维度会做的比较宽一点，戴起来呢会比较不会那么的紧。接下来的第5名，纯羊绒的单品。其实纯羊绒的单品呢，穿上去是非常的轻的，而且它很保暖。前段时间就是我们这儿突然变得特别特别的冷，所以出门的时候你不仅仅是要穿最厚的外套，基本上你里面呢要是穿那种卫衣的话，你根本是扛不住那个温度的。像这种毛衣嘛，它织起来都是会有洞的，你只需要就是阻挡风进到这个洞里面，就会非常非常的暖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去考虑一下，把衣柜里边这种棉线的线衣，或者是羊毛的比较厚的那种毛衣，但是又没有特别暖和的，去更新替换一下，把它换成这种又薄又亲肤，但是又很保暖的纯羊绒的毛衣。接下来在这个榜单的第4名呢，就是一个包包大家都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任何一个包出现啊？现在这个包就来了，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BV Cassette 这个包。这个包我之前给大家做过一个测评，然后也给大家分享了几个它不一样的一个背法。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不管春夏用或者秋冬用，都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一个颜色。它的背法呢有非常的多种大小容量，然后背法以及它的整个设计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它都是当之无愧的，就是唯一入选今年这个榜单的一个包包。优点跟缺点我就不赘述了，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7名都已经公布完了，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决赛圈了，就前3名。2022最值得的时尚单品第3名 This is Issey Miyake。 那三宅一生他们家的单品呢，我觉得穿起来我个人最舒服最好穿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裤子。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真的非常的百搭好穿，它不管是去配任何的衣服，卫衣也可以，然后比较有设计感的毛衣也可以，去配短袖也可以，就1年4季
都可以穿的这么一条裤子。其次就是它非常的好打理，不粘毛，以及随便扔、随便洗、随便烘干都没有任何问题。它不是那种娇滴滴需要呵护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你们家有养宠物的话，就会知道，就是粘毛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可以把整个粘毛的一个情况呢，就减少70%-80%吧。即便是有那么一点点毛粘上去了，你拿那个滚粘一粘，它马上就会掉了。包括它的一个材质的特性，你给它这样随便拧、随便塞，都不用担心它皱，它完全就是摊开来就还是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整个穿起来的舒适感呢也是非常棒的。好了，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年度第2名。看过之前我购物分享的人，跟靴子合集的人应该就会知道这一双靴子。这双靴子呢是 BV 的靴子，它是 Lug 系列的靴子。那我知道 BV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火的系列是 Tire， 就是它底下是像轮胎底那样子的。其实这2个系列的鞋子穿上去的脚感呢都差不多。然后当时是因为 Lug 有折扣，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双，太好穿了。我之前还在担心我的小腿围，因为它这个是比较偏中筒的一个长度，所以我担心我的小腿围会不会塞不进去什么的。但发现其实它容纳的空间还蛮大的，真的很推荐这双。而且这双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它增高。而且是那种悄摸摸的增高，就你老远看你不觉得这双鞋子有多高，你就要近看了，然后仔细看，原来它还蛮增高的。穿上这双鞋呢，就会把你的整个腿的比例拉得特别的好看，小腿也会显得特别的长。那这双靴子呢，它除了自己本身的版型很优秀之外呢，它上脚的一个感觉也是非常舒服的，在我脚上呢是没有任何磨合期的。接下来呢，就要来跟大家公布一下2022时尚单品榜单的第1名。恰达就是它其实呢是我在21年还是20年的时候买的一件单品。我当时呢真的是犹豫了很久，然后最后终于下手了，就是这件头텐的棉服。那可想而知，我的穿着率真的是高到我整个都想不起来了。我经常就是不知道穿什么，甚至是出门做普拉提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优秀的一件外套，而且是我觉得花的最值的，也是我衣柜里边整个平摊下来使用率最高的一件棉服。这件棉服呢，我已经成功安利给了我身边所有的漂亮小姐姐们啊，她们现在都是人手一件。这件棉服真的太香了，一开始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设计感的老奶奶的那种航风棉服，但是它穿上去之后真的就很神奇，它整个就是很时髦的感觉。那这件棉服呢，它也是出了很多不一样的颜色。我这件黑色呢，它是这种亮亮的，你们可以听见吗？就是这种刷的材质。那白色呢，就是那种比较哑光的，像棉一样的材质。那还有就是土棕色。看这一圈下来，可能白色跟黑色是最好看、最百搭的。黑色这款呢，就是亲测啊，真的是防水，穿上去非常的轻盈。一度这个衣服穿到让我老公都在问说，这衣服有没有就是男款？我也想穿，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男生穿衣服无非就是希望一个舒适舒服，然后比较好看。那像这件衣服呢，就是满足了他的一个诉求。它整个上身的感觉是非常的轻盈的，微微开叉的一个后摆呢，会比较的时髦感。然后它的袖口这边呢，也是有做了一个这种松紧袖口的一个设计，就会防止风往里头倒灌。然后这件衣服我买的是最小码，所以大家如果跟我身高体重差不多的，就是往最小码买就可以了。这件衣服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第1名。那如果你们还想看这件头텐棉服我最近的一些不一样的穿法的话，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颁布的2022我穿的最多的10件时尚单品。那不知道你们对这些获奖的选手们有什么看法？那如果你特别感兴趣的一件单品，希望我单独拎出来给大家做一系列的穿搭或者解析的话，也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那我更多的穿搭日常呢，我会 po 在我的 Instagram 跟小红书上面，如果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去关注一下。也谢谢过去的1年呢，大家对我的一些支持，我也会在新的1年努力更新更多穿搭视频。在新的1年呢，保持我们频道的一个理念，花最少的预算买最少的单品，穿出最不一样的自己。好，那我是 A 谢谢你们的收看，新年快乐，春节快乐，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